不管什么时候，当你感觉到你自己的生意非常难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卖雨伞的思维。对，就是卖雨伞的思维。这个思维也是启发我自己如何做了一个二道贩子起家的一个思维，我感觉非常的实用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视频的最后我也会给大家去分享我自己的翻身之路是做的哪一个生意，做的哪一个赛道啊，挺不好意思的，但是还会给大家分享。耐心的看完我这个视频的逻辑，不管你是干什么行业的，我相信啊都能从中得到很多的启发。很多人一说做生意呢，就感觉赚钱呢需要好的项目、好的风口，赶上好的新时代，对吧？要么就是拼尽自己的运气去做事情。但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真正可以拉开差距的，其实就是你脑子里的某一个瞬间，他的一个想法变成了一个思维的改变。有的时候换个思维，换条路，你想一想，换一换，那么你的路呢可能会越走越宽，生意也会越做越大。你就琢磨一件事就可以了，一个摆地摊卖雨伞的小生意得多么拼了命的去做，才可以一个月卖得出去10万把雨伞。如果说你想不出来哈，那我给你分享一个非常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在广州的一个真实案例的一个存在，就是一个月卖出10万把雨伞这件事儿，摆地摊卖了10万把，不是什么商学院的精英，也不是什么行业的大佬，更不是什么家里有富二代、有产业的什么富二代、矿二代，就是在广州一个普普通通的00后的一个小姑娘。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哈。一开始呢，她跟大家一样，就是大多数的摊主都是一样哈，天天守在街边摆个地摊，在那儿风吹日晒，生意是冷清的不行。有的时候一整天下来，雨伞没有卖出去几把，还把自己晒得乌漆麻黑的啊，连瓶矿泉水也舍不得买，舍不得喝。就在他自己快撑不下去想放弃的时候，一个身穿朴素的老大爷走到了他的面前，随口跟他说了几句话，直接改写了这个小女孩的人生。其实真正值钱的不是说那些雨伞能够卖多少，而是这个大爷就是教给他的这一套整体的生意思维，也是启发我做二道贩子如何起家的啊，这才是最核心的宝贝，我是认为的哈。有一天中午，这个小女孩啊，她跟往常一样在这个大街上去摆摊儿摆摊呢，然后大街上没有任何的人，和往常一样很冷冷清清。这个小女孩正在低头的收拾这个雨伞啊，然后呢这个大爷就走到她的这个摊位面前嘛，拿起伞看了一看，又抬头看了看天，笑着问她：小姑娘，你这伞一天能够卖得出去多少把呢？那小姑娘啊摇了摇头，苦笑着说：多的时候呢也就是10几把，运气差一点的时候呢1把都卖不出去，绝大多数的时候呢是一天卖不出去几把。这个大爷点点头，语气很心平气和的跟他讲哈，这不是你不够努力，是你卖伞的路子一开始就走偏了。就这句话哈，一下子就说到了这个小姑娘的这个心坎里面啊。然后呢还没等他回过神来，这个大爷又接着说啊，我教你一个法子，不用多花1分钱，不用多干任何一件事，就是一个月把10万把雨伞都给你卖完清完，你想学不？这个小姑娘说哈，当场就愣住了，心里一直犯嘀咕哈。如果说我感觉是个正常人都会想啊，就是大爷吹牛皮吧，对吧？怎么可能？但是呢，这个小女孩半信半疑的说道：要是你真的能够做到，我白送你几把伞，几百把我都愿意。这个大爷笑了笑说啊，就语气更加肯定的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伞除了一把一把卖给这些路人和正要用的人，还能够拿来去换资源啊？这个大爷呢就慢慢的给这个小女孩拆解了整套的思路。他说，第一步，你是否可以先去找一些这些做雨伞的厂家，但是你不要跟人家去谈这个零售，你直接说我批量去订10万把，我现在要订。目标是什么？目的是把成本压缩到3块钱以内一把伞。那小姑娘一听就急了啊，就说我哪来这么多钱去订这个伞
这个大爷呢就马上说，我没有让你去，对吧？现在去掏这个钱然后就说，我是让你带着一套完整的这个思路呢，去找这个伞厂去谈合作，然后呢，关键是能够拿到这个第二步，就是拿着这个10万把伞去这个合作方案去找这些培训机构或者说辅导班早教班早教中心等等这些地方然后你跟他们就说一句话就行了，我能让10万个人撑着这把伞当成你的移动广告，相当于就是帮你做了这个移动的宣传嘛，每个人只收1块钱的广告费，那么找3家就是将近30万了，对吧？那小姑娘越听越紧张就小声的问，那伞的事怎么解决呢？是吧？然后那个大爷就笑着说就说用着这30万的广告费直接付给这个伞厂，然后那他们呢就把这个广告印到这个伞上，你1分钱不用花，10万把伞就到手了。这小姑娘站在那儿一下脑子一下就懵了，我才第一次明白就是当我听完这个真事的时候我第一次才明白，原来赚钱它不一定是非要从消费者身上去赚。但是呢他很快又反应过来，又追问到说，那伞我拿到手了，我怎么把他们送出去呢？对吧？然后这个大爷凑近他的耳边跟他说了几句话，说，小姑娘听完之后，这个大爷接下来讲的这个话满脸上都是一个很佩服的一个神情第二天这个小姑娘就照着这个大爷的说法去做了。怎么做的呢？就直接去了附近的人流量最大的那些超市和商超，他没有跟这个老板去谈这个卖雨伞，而是换了一种说法，就是我可以帮你搞一个活动，1分钱我都不赚你的，只需要顾客进店，就是满消费30块，然后我们就赠送他一把价值30块钱的雨伞。那么这个老板他一听眼睛都亮了，就是一把一把伞就能够让这个顾客多花30块，怎么想怎么划算呀。结果呢3天不到，超市的这个客流量明显的上涨了很多，之前的2倍3倍。那么活动呢就直接敲定了这个10万把雨伞，通过这个超市的这个满减活动呢就引流，很快就把这个伞给送光掉了。而这个小姑娘真正赚钱的不是这个伞的零售价，她一把她的成本是3块，超市每送一把就给她3块钱的服务费，10万把伞下来之后，各位多少钱不到1个月，对吧？那么不到1个月的时间，你大家仔细想一想，是吧？就他从一天卖不出去几把伞的一个小摊贩，就变成了整合了3方的资源，掌控3方利益的一个操盘手。那么他没有整天去拼命的去吆喝，也没有每天去拼命的去死守他这个摊位，钱就只是换了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生意。那我讲这个故事我不是说让大家去刻意的去挑里边的这些刺儿和挑里边的细节就是我一开始我创业的时候也是跟大家一样，处处碰壁，处处亏钱挨坑，对吧？然后我就是听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换了一种思维去做生意，也就是2道贩子的思维，是让我自己从底层翻身起家的一个方式。我在20年的时候，当时我做的是，大家老粉丝都知道我做的是那个短视频带货。那么在这个测试素材这个方面上面呢，是几乎把这个钱全都亏完掉了，实话实讲。然后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创办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带货的 MCN 机构我呢是为了就是能够让我自己拿到更多厂家的最低价的一些产品那么我找到了很多线下的厂家，我都会跟他说我手里有很多带货的达人，然后呢我再用语言的艺术去，还有我自己的说服力就是我找到了很多愿意和我合作的这些厂家，给了我很低价的这种产品。那么这个时候整个公司就是我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光杆司令。然后呢我就通过去做自媒体，去做短视频，找到了更多想要带这种产品的达人，
然后我说我手里有很多厂家很低价的优势的产品和资源，然后你只需要绑定我的 MCN 机构，我就可以把这些产品呢低价格免费提供给你，而且我还能额外的给你提供素材。哎，就这样。然后呢，我就找到了很多的这个达人，哎，这好啊，对吧？产品这一听产品有优势啊，就直接绑定了我的 MCN 机构嘛，对吧？刚在20年的时候很好做。然后呢，我每天就是不停的去找厂家拿产品拍素材给他们发给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依旧是光杆司令，公司只有我一个人，但是不同的是，我的达人不断的给我测试素材，每出一单，不管是亏还是挣，厂家都会给我一部分佣金。然后等到达人测试出这个好的素材来之后，爆款或者说新的这种爆款的素材之后，我就立马在自己的账号上翻拍重新拍，然后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布进行投流付费打爆，然后对吧？因为厂家给我的价格肯定我是最低的，我跟达人肯定是涨了那么一点的价格，所以说我的出厂价格肯定是我非常是有更多的优势的。所以呢，不但我可以快速的去抢单抢量抢市场，而且还可以更快的抢利润。那么这个时候我呢依旧是光杆司令，不同的是我不需要用自己的钱去亏，然后去测试这个素材，我就能够找到更多更好爆款的而且能盈利的素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了3部分收入。第一个，达人出单我有收入；第二个，厂家会给我佣金；第三个，我自己的账号可以找到这种更有优势的产品，我给它去卖货打爆。这就是我的3部分收入。你可以说我不道德，但是这就是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底层方式，对吧？二道贩子的思维是什么？万物不为我所有，但是万物皆为我所用。这就是精髓，这就是语言艺术的魅力。那么这个故事呢，它不是说教你去卖这个雨伞哈，而是说想告诉你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想分享的是，你卖的东西能不能帮别人解决赚钱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当你站在帮别人解决需求的这个位置上，那么这个钱会自然来找到你，你都不需要去找他。所以说生意不好做的时候，你别着急换项目，你能在你的行业里边扎根10年，说明你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了解程度。你感觉放弃了你扎根10年的行业，找到一个新的行业，你就一定能盈利吗？不可能。所以说不着急换项目，先问问自己，我现在产品除了我直接卖给消费者，那么钱还能用来干什么？就是很多人做生意总是盯着我把东西卖给顾客，顾客给我，对吧？然后呢，你却忘了就是帮别人赚到钱，自己才能赚得到大钱，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就像这个小姑娘哈，她没有盯着这个卖伞的这个路人，对吧？而是盯着需要这个广告的这些培训机构啊，需要这种服务的商超和超市，需要走量的这些伞厂，对吧？把3方的需求给它串起来之后，自己只赚中间这个服务费，可谓是零成本零风险的，而且这个钱赚的还相当的轻松。那我呢，我先解决了这个厂家卖货找不到达人的问题，又解决了达人找不到低价厂家产品资源的问题，又解决了我自身测素材亏钱的问题，所以我才可以翻身到现在出现在这种地方。现在说实话，实体生意很卷，大家都觉得生意不好做，其实它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这个思维你可能没有转变过来，就是你手里的产品可能不只是产品，还能够当成引流的工具、广告的载体，或者说福利赠品。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是开餐馆的，那么餐馆的菜不只是用来做买卖的，不只是用来卖的，还能帮周边的 KTV、酒店做引流的赠送产品。假如说你是一个卖童装的、卖衣服的，是不是大家现在都不好做，对吧？你的衣服不只是可以用来穿，还能帮母婴店、游乐场做会员的福利产品。做美业的不只是用来只是做一个服务，
而且还能帮就是这些商家做客户的留存。所以说生意的本质它从来不是卖产品，而是解决需求。当你不再纠结这个东西怎么卖，而是琢磨我的东西能够帮谁解决什么问题，思路一下就通了，各位。所以说你不用拼价格，不用卷价格，不用抢客流，自然有人主动找到你合作。所以说不管你是做的什么小生意也好，开实体店也好，还是说你现在要轻创业也罢，只要你跟着这个去拆解这个案例，学这个思路，那么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其实做生意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难的是你一直困在就是这种旧思维里面走不出来。好了，我把我自己压箱底的二道贩子的思维精髓已经分享给你了，希望各位就是我的分享能给你带来自己生意上的一些启发。陌生人，祝你越来越好。